阿弥陀佛，施主，过去10年，为何还不入轮回？轮回，仇人不死，怨气不散，我如何入得了轮回？我，魏国公嫡女，皇上亲封永安郡主，新婚之意，却遭到冷落。郡主殿下，您身份高贵，今日的萧某还配不上殿下，等萧某功成名就，配得上郡主了。我们在圆房。此后3年，我为照顾萧定仪可笑的自尊心，举魏家之力，托举他一步步走向高位。我药不离手，亲力亲为伺候婆母，却被贪婪的婆母处处欺凌打压。萧定仪更是为了顺理成章让他的外室入府，找人污我清白。魏福，若不是你们魏家，我岂会被人出其两管？说我靠女人上位，只有你死了，萧定仪才能做个真正的男人。我更是被萧定仪亲手害死。萧定仪害我魏氏满门，怨气不散，我魏府永不入轮回。阿弥陀佛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举头望繁星，生命灯火如梦醒，浩渺宇宙心，六道轮回有缘定，眼耳鼻舌触，所感都是空幻想。一念有左右，左右无知，生无语。萧定仪，这一世我定要让你血债血偿。小娘子，你现在一定燥热难耐吧？你中的可是西域秘药登仙露，与男人纠缠1次就会怀孕，就算是吃了堕胎药也没用啊！上一世，萧定仪对我下药，害人污我清白，顺理成章让他的外室进来。这一世，老天爷竟然让我在被褥前醒，区区2个山子，找死！可笑，上一世只因萧定仪说不喜女子打打杀杀，我便从未展露半分无意。登仙路药性猛烈，得赶紧找个干净的男人。这马车全洛京城只此一辆，里面坐的是长公主独子，未来的新君高阳世子崔恒。崔恒早产，御医断言此子活不过而立之年。他虽然短命，但还算干净，就他了。大胆，何人拦路？是表哥吗？我是魏国公府魏福，我中毒了，能否让我上马车？崔恒的舅舅是我姑父，两家沾亲带故，他定会帮我。
你要我怎么帮你？最后，不管你平时如何体弱，今日请务必坚挺到底。郡主，你这样做怕是有些不妥了。这种事情找萧将军更为合适。我派人去府上给萧将军传信。来不及了，来人不在罗京城，还请表哥帮我。传奇的话，传奇的就要怎么胜过？萤火火，要怎么能开出花朵？里面什么东西？不行，世子有危险！郡主，你现在要知道，你自己到底在干什么，你自己到底是谁，以及知道自己到底要承担什么样的后果。我很清醒。最后，我们小时候还一起玩过呢。你只要乖乖听话，我什么都会给你的。怦然理会忘，竟然如梦，任流年重重，越想与你走遍万里山河。我一字一云落来，尘霜云踪，余生长相厮守，年岁过。我的药全靠这位命不久矣的世子殿下挑起大梁，这短命鬼也并非传闻中那么孱弱。昨夜之事事出紧急，如有冒犯之处，还请世子见谅。世子殿下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郡主昨夜可是叫我表哥来着。怎么，意思是用完了就不认账了？昨夜情非得已，世子，表哥，你饶过我吧。我不名分，我不多尘，我与你满生恨。恒子有体弱多病，昨天晚上又被你给玷污了清白。至今，恒也没有娶亲，让我跟今后的娘子如何交代？世子大恩，如果以后世子有什么吩咐，魏父一定尽力相助。只是，能不能不要把昨晚的事情说出去啊？放心，我的清白是清白，你的清白亦然。你拿这个干什么？想不到你跟萧将军成婚2年，竟然还是处子之身。郡主，你方才的承诺算数吗？我真的想要什么都可以吗？这高阳世子怎这般纯情？床上说的话也能当真？必然当真。放心吧，阿福，终有一天，你一定是我的。阿福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婆母不是说你昨天在城隍庙出事了吗？昨夜，婆母在我的晚膳中下了迷药，还把我扔到了城隍庙，企图找人污我清白。什么？她可是你婆母啊！
是萧殿仪的主意。你夫君，他这是要给自己戴绿帽子吗？不过此事你是怎么知道的？重生之事不可言说啊，我是听那个张氏和孙婆婆说的。太可恶了！走，我们将此事禀告国公爷。不可，我的仇，我亲自来报。他们就在里面，随我进来。哎呦，苍天啊，家门不幸呀！我该如何向我儿交代呀？这老太婆可真会演戏。那山贼和那女子是崔后，她倒是爱多管闲事。我该如何向我儿交代呀？这里面的女人当真是永安郡主啊！萧家俊那么优秀，他竟然跑出来私会野男人。郡主身份高贵，即便是偷情，又怎会到如此破败的地方？这家丑不可外扬啊！今日之事，还望大家不要说出去呀。婆母，哭什么呢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不是永安郡主吗？那里面会是谁啊？参见郡主。这么看来，大家都是误会了。什么？这人竟然不是你？婆母怎么看起来好像很失望的样子？怎么？难道你希望里面的人是我？原来这出好戏都是张氏一手安排的，都是千年的狐狸，张氏竟如此大胆！啊！哎呀，丢死人了！我可是个传统的女人。这不是婆母身边的孙嬷嬷吗？萧老夫人，您身边的婆婆都这么大年纪了，还出来消遣呀？哎呀，都是一场误会。魏福啊，即便这里边的人不是你，但你作为将军府的主母，你半夜溜出府，你作何解释啊？这是非要坏了我的名声不可。哎呀，我儿常年在外打仗，魏福啊，你却不守妇道，你如何对得起他呀？哪有当众说自己儿媳偷情的呀？无凭无据，这张氏显然就是想诬陷郡主。呸！你个老不死的棺材瓢子！我看你今天是非要把这屎盆子扣在我家阿福头上才能罢休是吧？来，你还有什么阿杂手段，统统给本姑奶奶使出来！姑奶奶今天就好好会会你。十一，你可真是我的嘴替。这位是朱标将军的女儿朱十一，惹到她这个泼辣性子，张氏不会有好果子吃了。你信不信我让我儿子把你抓起来？搞笑！我爹乃当朝忠义侯朱标，萧定义一个区区4品武将，抓我他也配？你个老不死的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，满嘴喷粪！我看啊，不把你送去种地施肥，真是可惜了。这个朱小姐，诸位夫人，今日都见笑了。今日婆母言行无状，许是担心儿媳所致呢。各位，请散吧。萧老夫人啊，你既是误会了永安郡主，便回去好好道歉吧。萧老夫人，永安郡主先是郡主，才是你萧家儿媳，往后啊，说话注意分寸。你请自重吧。哎呀，我跟你们没完！我郡主啊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上一世，画眉在我出事后就爬了萧定仪的床，如今看来，她这身打扮倒是与我这个主子都不相上下了。画眉，你去账房拿些新茶来。将军和萧老夫人也太过分了。江瑜上一世为我而死，这一世我定不会让他出事。江瑜，你之前养的蛊虫还在吗？郡主不是不喜欢奴婢养那些东西吗？还说那些东西都是邪物。之前是我太过迂腐，东西是否是邪物，
还是要看用他的是何人。太好了，郡主，奴婢早就手痒了。这个画眉是个不安分的，你放一条蛊虫在他身上，随时监控他的行踪。可是郡主，你既然知道他是个不安分的，为何不直接将他处置了？留他在府里，定是要生事的。我还怕他不生事呢。经此一事，我定要与萧定仪和离。这其中还需要画眉搅动风云。夫人，老夫人头疼，叫你去松鹤堂伺候汤药。郡主，要不要将他赶出去？不必。把我郡主的冕服拿出来。他今天把我气得半死。哎呦，我头好疼啊！我头好疼啊！卫士，老夫人叫你来伺候汤药，竟来得这么晚，哼，没一点规矩。你是奴，我是主，何人教你的规矩？竟敢这样同我说话！住手！魏福，还不快点人住手！魏福，你还不快点住手！好啊，魏福，你现在是越发的放肆了。早上的时候才把我气个半死，现在还长过起我的下人来了。婆母倒是将黑的说成了白的。早上城隍庙的事情，难道非要儿媳报官，婆母才肯高兴吗？报什么官？就一点小小的误会，难不成你还要和你婆母对簿公堂是吗？魏福，你这衣裳，我好像见过朱家老太君也穿过啊。张氏贪财，平时看我穿得好，用得好，一准儿要了去。今日果然中计。对，朝廷命妇进宫面圣，都穿着冕服。你私藏这么好的衣裳，还不孝敬长辈？快脱下来让我试试！婆母恕罪，这衣服呀，不能给你。好啊，我让你入我萧家的门，你非但不对我感恩戴德，对我好好的伺候，现如今连件衣裳都舍不得给我是吧？我倒是想给啊，只怕您受不起。受不受得起，老娘说了算。魏福，你今天不把这衣服给我，我让满洛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不孝的。婆母既然想闹大，那我们不如去县衙找县令评评理。去就去，谁怕谁？鱼儿咬钩了。大伙过来看看呀，真是造孽呀！我儿在边关保卫国家，我儿媳妇在家苛待我这寡妇呢。这不是萧将军的寡母吗？还有永安郡主，这婆媳俩怎么还闹上了衙门啊？真是欺负人呐！造孽，造孽呀！堂下何人哭哭啼啼，当咆哮公堂处置。永安郡主，来人呐！此座。凭什么让他坐呀？青天大老爷！郡主乃陛下亲封，大圣朝律法有令，有封在身，可御座问询。怎么，你在质疑本官的处置？好，坐就坐吧。但青天大老爷，你一定要为民妇做主啊！为师他苛待我，给我租一楼食，自己却治好和好，是为不孝呀！莫须有的罪名，本郡主不认。张氏，你可有证据？我当然有证据了。你看，这卫士穿的，我见到朱家老太君也有一件，我让他把这头冠和衣服孝敬我，可他死活不愿意呀。这老婆子不会是疯了吧？什么都敢要啊！郡主真是可怜啊，嫁到这样无知的寒门家中。安静！郡主身上的衣服和头冠还真不能给你，起来，快打！哎呀，我的青天大老爷呀，你是不是收了卫士的钱？
还是说你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大胆！无知悍妇！你可知道污蔑朝廷命官、皇亲国戚是何罪？我哪说错了呀？分明是你心虚。君主身上穿的乃是朝堂冕服，你一个没品阶的庶民，竟敢夺君主的冕服！我看你是藐视皇权！什么？这小贱人为何不早说？如今你言行无状，污蔑本官和郡主，来人呐！是，别想误事！大老爷，我错了，不要啊！张氏，这只是开胃菜。萧定仪回京知我伐你，定然大怒。届时，我便提出和离。郡主，老夫人被打得半死，少将军回来，若是知道了，该如何交代？交代？我又没打他，要交代他找县令去啊。郡主毕竟身为萧家儿媳，怎可任性？还是快备些厚礼，跪在松鹤堂门口向老夫人请罪吧。画眉，你还叫起主子来了？你是我丫鬟，要不你替我去跪？将军今夜便会回来了，不如你去伺候好老夫人，哄将军开心，说不定他就不会迁怒于我了。将军今日便回来，这倒是个不可多得的贴身机会。多谢郡主，画眉一定不辱使命。郡主，你怎么还给画眉接近将军的机会？你喂给他的蛊虫还在吗？在。给母蛊身上喂些催情的东西，他本是个不安分的。今夜我就要萧定仪犯下大错。魏福，你胆敢欺我母亲至此！老夫人是什么品性，想必将军比我更清楚。县令打他那50大板都算是轻的。即便母亲有错，你也不应该和她较真。再说，如今母亲卧病在床，你为何不带她去请医问药？难不成偌大的将军府，连给母亲看病的钱都拿不出？你府中上上下下，皆是靠魏府的银子打点，即便是彩礼，也是他带到将军府做面子的。魏府，你不就是瞧不起我萧定仪寒门出身吗？人不能改变自己的出身，但你除了钱和你这张脸，其他一无是处。既然我一无是处，那不如将军同我和离。和离？对，和离。将军既然这么瞧不上我，不如我们早些和离，彼此亲近。不可。为何不可？如今我生前在即，前前后后的打点都需要银子，魏府不能走。行了，我不就是说你几句，有必要生这么大气吗？我舟车劳顿，改日再来看你。郡主，为何不一鼓作气与萧将军和离？不急，和离之事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。当初萧定仪救了我父亲，若是他在和离之前没有犯什么大错，我不能贸然决定。到时候恐怕全洛京城的人都会说我魏家欺负寒门，忘恩负义。萧定仪，和离之前，我定要你身败名裂，成为全洛京城的笑柄。郡主，您这是怎么了？快帮我看一下。郡主，您怀孕了。什么？不，我竟然怀了崔恒的孩子。郡主，您和高阳世子只有一次，这也太倒霉了。奴婢这就替你熬药，把孩子打掉。不可。郡主是想把孩子留下来？我也不想要这个孩子，只是我那日中的是登仙露。登仙露，此药确实无药可解。算了，不管了。当务之急是要对付萧家。等这个孩子月份大了，
我就找个庄子，偷偷把他生下来好了。为什么为父往日处处顺从，从未与我顶过嘴，如今竟连和离之事都敢提？难道他发现了我外面有外室的事？谁？将军，奴婢是郡主的陪嫁丫鬟画眉。这么快就派人来哄我来了？果然，方才不过是他生气罢了。也是，他爱我至深，绝不会轻易和离。上来说话。是。这婢子倒是有几分姿色。你来干什么？奴婢见将军独自一人饮酒，想来陪将军说说话。郡主，奴婢只是想着陪将军喝酒解闷，没想到将军竟然不要脸，才去一晚上就和将军勾搭上了。昨夜多喝了几杯，坏了他的身子。既如此，以后就让他在我房里伺候吧。魏福，你一定气坏了吧？正好借这个奴婢治治你的臭脾气。那怎么行？这贱人，难道要坏我和将军的好事？果然，他吃醋了。画眉是我的贴身婢女，不可亏待。将军抬她做妾吧。什么？什么？择日不如撞日，今日就是黄道吉日，抓紧办，今天就把画眉娶进门。将军，你看如何？一个婢女，为何如此大费周章？画眉可是我从魏家带过来的，我们两个情同姐妹，做妾都是委屈她了。将军若是不答应，我可不依。哼，随你做主。郡主她居然……郡主大恩大德，画眉今后做牛做马也要报答。行了，你只要不觉得委屈就行。从今日起，你就搬进将军旁边的和风院吧，伺候起来也方便。多谢郡主。把萧定仪纳妾的事情说出去，越多人知道越好。是。萧定仪，你做的事情越出格，往后我与你和离，便不会有人指摘了。皇后娘娘知道萧将军纳妾的事情，替您委屈，一夜未眠。是啊，郡主，夫人昨夜也是一夜未眠，哭了一宿，让姑母和娘亲担心了。赵嬷嬷，麻烦你将这2封信分别送到父亲和母亲手中，他们一看便知。江云，替我更衣，我要进宫面见姑母。高阳殿下，你让我等得好苦。我入宫为妃，属实身不由己。我在闺中已爱慕你多年。我去，翠恒光天化日之下入宫私会皇帝嫔妃。我给你写了那么多封书信，为何不见你只字片语？翠恒，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？皇上可是翠恒的亲舅舅呀，这是大外甥私会小舅妈，太刺激了吧！娘娘慎言，你我素昧平生，我何来跟你有书信之说？我们分明见过好几次面。何时？我入宫之前和入宫之后，都曾远远地看过你。娘娘休要胡言乱语，恐祸及家人。原来是个单相思啊！当真无情。听够了吗？听够了，就出来吧。哎呦，好巧啊，世子殿下，在这儿都能遇到您。是挺巧的，
今日不见，愈发光彩照人，想必是萧将军得胜归来，人逢喜事精神爽吧？萧定一进京第2天就纳妾，闹得满城风雨。崔恒这是讽刺我呢。那还不是比不过世子风姿无双啊！哎呦，连宫里的娘娘都对您日思夜想呢。我啊，不输世子，来吧，互相伤害吧，谁怂谁是狗。郡主说笑了。恒在遇见郡主之前，从未与任何女子有过交集。要不是郡主，我至今都是清清白白的。世子殿下，我之前答应你的事情我没忘，你要是有什么要求的话，尽管提吧。郡主，你先坐。我自幼体弱多病，这几日身子骨溃空的厉害，没有多少好时日。不知道郡主能不能入府帮帮臣？世子殿下，你府中自有大夫照顾，况且你尚未婚配，我以为人妇。我说是贸然入你府中，你我名誉尽毁，还是提个别的要求吧。换不了，我就这一个要求。你无耻！郡主大人若是觉得不好的话，不方便入府，要不晚上来？世子殿下，就算是你对我有天大的恩情，此事也绝无可能。心梗，崔恒这是要赖上我。那好吧，既然郡主觉得不方便入府，那便送一些滋补的药到我府上。如此甚好。我听闻郡主送你自己的婢女给萧将军做妾，手底下正好缺人，我刚好送个会武功的婢女来送给你，你给我送药，便派她去，如何？崔恒这是硬要往我身边塞人啊！先提个过分的要求，被拒后再提别的要求，我就不相信你不答应。那好吧。姑母放心，我会处理好与萧定仪的事。上一世，魏国公府满门抄斩，姑母也自枪于坤宁宫。这一世，我定不让悲剧发生。姑母只是心疼你，以你的身份，本不必嫁于寒门，谁知道那萧定仪竟还是个不安分的。姑母，我已决心与萧定仪和离。阿福，你能想通便好。只是你打算何时和离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看来你是有主意了。双儿，一群废物！你们就是这样照顾本将军的夫人和大公子的吗？夫君，你别生气，我喝点药，歇一歇就好。双儿，你是我的夫人，在我面前不用故作坚强。快说，夫人是怎么落水的？将军，夫人出城采买，在河边听说将军纳妾的事儿，这才打击太大，晕倒落入湖中。我酒后乱性之事，绝不能让双儿知道，叫他伤心。双儿，你莫要着急，纳妾之事乃是母亲私自决定的，我并不知情。夫君，老夫人为何好端端的要为你纳妾？那为是仗着娘家势大，嚣张至极，所以母亲是故意抬举她的丫鬟，打压她的气焰。夫君，我信你，只是我偶然听庄子里的下人说，我不过是将军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外室，孩子生了一个，肚子里又插着一个，我却连个门我都进不了。哪个下人敢乱嚼舌根，拖出去杖毙！将军，你能堵住一个人的嘴，你能堵住天下人的嘴吗？如今我被你养在这乡下庄子，一日两日还好，这日子久了，总会有人知道的。双儿，你别急，我一定会名正言顺的把你接回来。夫君，为了你，这委屈我能受，可是他们如今都说我的申儿，他是个奸生子。申儿，夫人，少爷醒了。爹爹，卫士身边的丫鬟都能进门当主子，
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将军府的嫡长公子？申儿，爹爹一定会当着莽洛京城权贵的面，将你们母子接回府里的。太好了，爹爹。不枉我自导自演这出苦肉计，我们母子就要熬出头了。郡主，神给你带来了。你就是那个短命世子派来的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见过郡主殿下，奴婢名叫刀一。刀一，你很会用刀吗？奴婢原名刀99，是一刀刀杀出来的，这才做了刀一。崔恒身边的人果然都是硬茬。那你叫刀一的话，难不成还有剑一、弓一？对。哦，崔恒身边的人果然都是各个领域的高手。刀一，最近那个萧定仪行踪不定，你多帮我盯着点他。是。原本以为城隍庙一事能让魏氏身败名裂，我好顺理成章的把双儿和孩子接回来，没想到出了岔子。对了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若是魏氏不孕，那他这一生在我手掌心永远翻不起浪。哼！郡主，奴婢跟着将军出门，见他蒙上了面纱，鬼鬼祟祟到黑市，跟着小贩买了瓶药。刀一做事果然有效率。萧定仪在你那儿买了什么药？如实说了，就放你离开。郡主，神给你带来了。你就是那个短命世子派来的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见过郡主殿下，奴婢名叫刀一。刀一，你很会用刀吗？奴婢原名刀99，是一刀刀杀出来的，这才做了刀一。崔恒身边的人果然都是硬茬。那你叫刀一的话，难不成还有剑一、弓一？对。哦，崔恒身边的人果然都是各个领域的高手。刀一，最近那个萧定仪行踪不定，你多帮我盯着点他。是。原本以为城隍庙一事能让魏氏身败名裂，我好顺理成章的把双儿和孩子接回来，没想到出了岔子。对了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。若是魏氏不孕，那他这一生在我手掌心永远翻不起浪。哼！郡主，奴婢跟着将军出门，见他蒙上了面纱，鬼鬼祟祟到黑市，跟着小贩买了瓶药。刀一做事果然有效率。萧定仪在你那儿买了什么药？如实说了，就放你离开。放肆！本将军你也敢拦？郡主今日抄经累了，正在午休，将军请回吧。速速叫他起来！恕难从命。大胆！本将军的命令你也敢不听？我看你是找死！魏氏身边何时有了这样的高手？姐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你是何人？新来的奴婢？你管我是谁？若敢在西云院闹事，我剁了你！大胆！敢和本将军这样说话？我的主子只有郡主。世子说谁敢对郡主不敬，尽管动手，除了是他担着。你们真是反了！你还有这个江瑜，你们身为府上的奴才，敢这样和主子说话？明日你们二人自己滚去衙行去！将军好大的威风！我的人，还轮不到你来发落。魏氏，你如今是越发放肆了。为了这两个贱婢，敢和我这么说话？
将军平白无故跑到我院中，想要发落我的人，我如今能同你这般说话，已经是给足脸面了。你，魏氏，我是你的夫君，这天下的女子何人不以夫为纲？你今日若不好好道歉，我定要家法处置。家法处置？好啊，那在家法处置之前，我有3个问题想问将军。你说。请问将军，我父亲兄长官居何职？我姑母是何等身份？我又是何等身份？魏府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看来将军是糊涂了，那我替将军来回答吧。我父亲乃是镇北军统帅，世袭1等公权；我兄长是国公府世子，正2品镇北军指挥使；我姑母是中宫皇后，母仪天下，而我乃是陛下亲封的永安郡主，11等同亲王嫡女。魏氏，你呢？你祖上封印几何？你又建功几何？官居几品？我一个封号在身的郡主，你竟敢对我家法处置？我大圣朝历来先论君臣，再论纲常。我为尊，你为卑，就算是家法处置，应当是我处置你。将军，郡主，你们在吵什么？郡主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坐下来说？正愁有气没地方发，这贱婢，你也配上跟本将军一家人？滚！狗咬狗。魏氏，哦不，阿福，我还有别的事情，先走了。哼，今日真是大快人心。凭什么？往日都是我打压魏府，今日他凭什么说他为尊，我为卑？双儿，对，去找双儿，只在他面前，我才是顶天立地的男人。啊！将军，魏氏的话你也不必放在心上，他为国公府势力再大又如何？唯一的女儿还不是入了你的后宅伺候？也许他并没有我想象中的爱慕，只不过是看在我当初救了他父亲的份上。非也，将军，您是年轻一代的领袖，多少女子想要嫁你为妻，那魏家也定是算准了，您日后必定会飞黄腾达，这才提前将女儿嫁过来布局。双儿，你真是一语中的。魏家势力那么强大，若不是人中龙凤，魏国公又岂会把女儿嫁给我？就是啊，他们分明是占了您的运势，这才蒸蒸日上，他们应该感谢您才是。双儿，你真是我的解语花。郡主，这几日将军都去了乡下庄子，和那外室在一起。那林双双还怀着孩子，萧定仪也不怕杀了自己的孩儿。走吧，去会会老熟人。郡主啊，您不是从未见过那林氏吗？怎么会是老熟人啊？上辈子见过。你是何人？干什么的？你又是何人？从前院子里的福伯呢？福伯不认识，我劝你们赶紧滚！这里可是萧将军的府邸，不是郡主殿下的庄子吗？就是啊，今儿郡主殿下还特地叫我们来泡温泉。你个老千婆，这庄子明明是皇后娘娘赏给阿福的，什么时候成了萧定仪的？你们切莫胡搅蛮缠，否则萧将军定会派兵抓你们的。
把你这管事的叫出来！来人呐！快来人呐！哎呦，干什么？谁让你们在这儿闹事的？你们这些下人不认识主人也就算了，现在还开始欺主了是吧？阿福，今天我要替你好好教训教训他们。哎，何必脏了你的手？我记得附近不是有金乌卫把守吗？鱼儿，你去把金乌卫请过来。是。你们给我等着！萧大将军来了，把你们全都抓起来，一个都别想跑！金无畏来了，何人在此闹事？怎么是你？怎么是你？老大，没想到还能再次见到你啊！狗剩子，没想到几年没见，你从军中的毛小子变成男子汉了。老大，就别取笑我了。对了，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哦，霍都尉，今天我想带我的小姐妹来庄子上游玩，却没曾想我的庄子竟然换了主人。岂有此理！这庄子是郡主的，你们是何人？这是郡主的庄子，你们是何人？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们也只是奉命行事啊！带走！大人，这里面还有个孕妇和孩子。你是谁？看样子已有身孕，但应当是有夫君的。夫君姓氏名谁？卫士，你既来抓我，又何必明知故问？我今日分明是带着姐妹们前来游玩的，怎么成专门来抓你的？你是谁啊？犯得着我专门来抓你？你竟然摆明了是来羞辱我，难道还要我当众承认是萧鼎一养的外室吗？我劝你别做得太过分。狗剩子，将此人押进你们金乌卫大牢，不审，也不准人探视，明白了吗？老大，我这官职低微，怕世子责怪。哦，你拿着我的令牌去吧，就跟崔恒说，是我让你做的。哎，将人带走。是。卫士，你会为你今日所做之事后悔的。方才发生了一些小插曲，大家稍安勿躁，我马上安排给大家用膳。刚才那定是萧将军的外室，岂有此理！那外室哪比得上郡主啊？萧将军简直是瞎。听说前日刚纳了一名妾室，区区寒门竟敢如此下郡主殿下的脸面。崔恒，你怎么在我床上？郡主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你那天晚上在马车上面扒我衣服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个样子。嘘，就是莫要再提。说吧，大半夜的来找我，究竟什么事儿？你今天找霍明轩，让他的私生子和那个外戚到我金乌卫来，想我怎么帮你啊？还请左相大人帮我看住那几人，待到时机成熟，我会让道义换你。你这使唤起我来，倒是一点也不客气。只不过这一口一个的左相大人，我不爱听。那你爱听什么呀？叫表哥。你个小豆芽菜，没想到你长大以后这么流氓。你还敢提小时候？彼时跟你一起到荷塘里面抓青蛙玩，害得我发烧差点就没了。此后你就一直没跟我玩过，再也没找过我，这是为什么？还好意思说呢？谁让你跟病秧子似的，随便玩玩就要嗝屁了？就因为你还没少被罚呢。自此以后，谁还敢跟你玩？我随随便便玩玩就嗝屁了？你怕不是觉得萧将军身强体壮？可我自幼体弱多病，我就是个小小……打住，表哥，只是看似羸弱。你怕不是在夸我那一晚？
表哥只是看似羸弱，实则呀，手段可不弱。据说前2日对户部尚书一家抄家，听说呀，给人家墙都拆了。韩义中饱私囊，克扣军饷，死有余辜。谢谢啊。我抄家韩义，谢我干什么？我父兄还在前线打仗，镇北军若是没有这批军饷，恐怕危矣。那表妹打算如何谢我呢？感谢一事，明日再说。夜深了，世子请回吧。表妹，你还真是一个心狠之人。算了，本世子也不是那种施恩侠报之人，能见表妹一面，足矣。魏福，这一事切不可动心。天塌了呀！我的亲孙啊！婶儿还那么小，怎么在牢里过活呀？都怪那卫士，好端端的去什么乡下庄子。儿子，我可跟你说啊，咱们家可是3代单传，婶儿不能出事。你要出动所有的关系，把婶儿给救出来。母亲，我又何尝不想救出双儿和慎儿，只是以我的品级，也触动不了什么东西。那没有关系，那便出钱。那卫士不是有很多嫁妆吗？母亲，即便是有钱，孩儿也不能开口啊！我若开口，满洛京城的人都知道，双儿是我在外面养的外室，慎儿是我的亲生子。那这，如今我生前在即，此等罪绝不能背。那怎么办嘛？不能眼睁睁让他去死啊！金吾卫是崔恒统领，而崔恒是卫士的表哥，现在只有他有可能救出双儿和慎儿。那还不如让卫士那个小贱人把我亲孙给救出来。卫士昨夜宿在庄子，至今还未回来。母亲稍安勿躁，待他回来，我定会让他去求高阳世子放人。哼，那个小贱人不知何时能回来。不行，我孙儿不知还能在牢里撑多久，我得亲自去救他。堂下何人击鼓？哎呀，青天大老爷呀！我的亲孙儿啊，被金吾卫所抓，请青天大老爷救救他呀！永安郡主膝下无子，他的孙儿哪来的？没听说萧家天丁，难道是外面的野种？萧将军纳妾才几天，就爆出了个私生子，简直是造孽！是张氏，你休要胡言！据本官所知，君主殿下膝下无子，你这孙儿从何说起啊？不好了，将军！不好了，老夫人去了衙门，说是去救慎哥。什么？如今我生前在即，母亲这是添什么乱？慎儿是我家3代单传，生死关头管不了那么多。青天大老爷，我的孙儿乃是……母亲，休要胡言乱语！大人恕罪，家母出身乡野，愚昧胡言，我这就将她带下去，好生开导。走，萧将军，衙门是你说来就来、说走就走的地方吗？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谁也别想出去。徐大人，霍都尉，您这是？我的孙！不许相认！母亲这是想害死我！徐大人，前日我抓到一批犯人，世子殿下吩咐让我将此案移交给徐大人查办。竟是有人私闯郡主殿下的私宅，来人呐，去把郡主殿下给我请来。是。让一让。
家丑不可外扬，此事一定要瞒住。徐大人，郡主，请上座。堂下可是翠嬷嬷？正是。说，你为何出现在郡主的私宅？启禀大老爷，半月前我被一个叫桂嬷嬷的买下来了，说是伺候将军夫人和小少爷的。将军夫人是哪位啊？你便是这将军夫人。明示，本官在问你话呢。你的夫君是哪位将军？姓甚名谁？于大人，前日门房说宅子是姓萧的将军，堂上有位萧将军，不妨让翠嬷嬷认一认。护都尉什么意思？想诬陷本将军？萧将军不必紧张，我只是秉公办事。翠嬷嬷，你该认他吧。人没了，反了，真的反了！竟敢在本官面前杀人，把我这清掉府衙当软柿子捏是吧？大人，能否让我的人看一下？君主，请。是中毒了，把人抬走。是有人想堵住证人的嘴？真的是将军吗？为了他的前途，难道他要舍弃我的生儿？不行！阿爹阿奶，圣儿想回家。我可怜的亲孙儿，婶儿别哭，奶奶很快就带您回家。萧将军的母亲为何称这孩子为孙啊？郡主殿下膝下无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这孩子是萧将军的接生子？夫君，这孩子真的是你的吗？真的是你的吗？郡主，这里面隐情诸多，要不先回家，我同你慢慢细说。羔羊世子驾到！参见世子殿下。大家不必拘礼，本殿也只是恰巧路过。徐大人，继续审案吧。是，请殿下上座。这厮专门跑来看我的笑话。萧将军，请您如实回答你和这母子的关系。有崔恒坐镇，若继续撒谎，恐影响我前程，倒不如……大人，这孩子……是我的没错，那林氏是我在边城纳的妾，还真是外室和奸生子啊！真是为郡主感到不值。萧家小门小户一点规矩都没有。就是，这郡主都未有生子，奸生子都2岁了，只怕是郡主刚入门就有着外室。萧定一，你竟然背着我！郡主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只是这林氏在边关救我性命，他的家人死于仗义，无依无靠，我看他的恩情，这才纳他为妾。萧定一竟当众下跪，这番表演可真有扭转乾坤的趋势。郡主放心，她只是一个妾，绝对不会影响你正妻的地位。只是不知你能不能容下她？表现得这般惧怕我，将林氏塑造成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，这是想抹黑我？到底怎么回事？难道是因为郡主太霸道？
这林姑娘既然这般好，你为何不告诉我实情，反倒将她养在我陪嫁的庄子上？这不是折辱林姑娘吗？福儿还真是伶牙俐齿。萧定一，你与林姑娘无媒苟合，将她还有将你们的孩儿都置于何地？对呀，萧将军此举不妥，倒显得郡主殿下不体恤他了。若不是我带人去庄子上游玩，我竟不知道这么好的林姑娘就这样无名无分的被养在了庄子上。贱人，假惺惺，救命恩人如此对待，藏头藏尾，定有猫腻。郡主息怒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怕你知晓后会生气，所以……原来我嫁给将军3年，已经从未相信过我的人品。将军凯旋归来那天，便要了我的陪嫁丫鬟，我当天就把她风风光光抬为妾室。以我的品行，将军为何会觉得我会违逆你的意愿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更何况那庄子是我姑母给我的陪嫁，你怎好替我做主，将它交与林姑娘居住？就是，这庄子是按照郡主规制办的，林氏一介草民怎受得起？没有拿正妻的陪嫁供养的道理。按照大圣的律令，女子嫁妆归本人所有，夫家不得无故侵占。萧将军侵占自己正妻嫁妆的罪名，你认还是不认？若是这是当着众人的面羞辱我萧定一，岂是那等软饭之辈？福儿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何苦说两家话？既说到嫁妆一事，那正好，我有一事务必与你说个清楚。自我嫁入萧家以来，嫁妆补贴萧家亏空数10万两银子，伯母的娘家兄弟侵占我不少嫁妆铺子，更是打着我魏家的旗号干那些不入流的勾当。魏氏这是有备而来，他根本没有想过善良。天哪！霸占嫁妆，还打着魏国公府的旗号招摇撞骗，郡主人美心善，竟嫁了这么个不知好歹的。什么东西？就是他受的委屈远比我想象的多。家丑不可外扬，坏了萧家的名声，与你有何好处？走，你现在就同我回去。放手！你不就是怪我冷落你，3年未同你圆房，今晚我便去你房里。天哪！郡主貌若天仙，萧将军竟然为这清汤寡水的外事冷落郡主，奇耻大辱啊！跟我走，否则休怪我无情。儿子，萧将军当着我的面威胁郡主，你好大的本事！是我一时激动，失礼了。来人呐，将张氏到处行骗的娘家兄弟缉拿归案！不行，那是我们家的钱，不行！魏氏，你还不把他们拦住？你个贱人！这婆母平日里就是这么辱骂永安郡主的，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张氏言行无状，威胁郡主。锦衣在，给我打！不可！我儿子是大将军，我看谁敢！像是欺人太甚，我头好晕。我家郡主被气晕了，我先带她回府。给本官好好查办此事。徐大人，在此次案件没有查个水落石出之前，不许放人。锦衣在，回府。是。魏氏，我真要让你付出代价。魏氏一向好拿捏，最近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救我的亲孙儿，我的亲孙儿！桂嬷嬷，看好老夫人，不许踏出院子半步。我去找魏氏。是。郡主今日的演技简直是出神入化，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。欠我，总该还回来。可是萧家已经花了郡主不少银钱，亏空的部分恐怕是还不上，郡主还是亏了。萧定一在边城私藏了一笔小金库，若是将那些钱补上，足以
可是萧将军他会同意吗？他若还想要大牢中的灵氏和那孩子活着，那就必须掏给我。怎么回事？郡主，您这是孕吐。什么？看样子和萧定仪和离的事情得要加快进程了。等孩子月份大，藏不住，我得回家偷偷把孩子生下来。孩子，你放心，娘会教你养大。郡主，萧定仪在门外求见，要不要见？还以为他多沉得住气，没想到一晚上就坐不住了。为师预防你，当初我若跟他好好过日子，也不会闹到如此境地吧。林氏有孕在身，他和慎儿在大牢里都受不住，你快些撤，把他们都放出来。哟，萧将军求人办事，就是这态度啊？我什么态度啊？卫士，你是萧家主母，照顾妾室和子女本就是你分内之事。哼，你还当我是你正妻？外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你萧家仇人呢。你那母亲3天2头把我告上衙门。家母愚钝，怎能和他计较？你家亲戚霸占我的嫁妆，那个人不是已经被抓了吗？哎，你就不要较真了。那你呢？你在外面跟别人孩子都生了，我却是最后一个知道的。这正妻谁爱当谁当，我不稀罕。原来他是吃醋的，嘴上放着狠话，不过是嫉妒林氏与我有了孩子。他果然爱惨了我。好，是我错了，你把他们母子放出来，今晚我就去你房里，跟你生个孩子。滚！谁要跟你生孩子？你只要把我这几年补贴给萧家的尽数归还，我就让崔恒放了他。你，卫士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有必要算这么清楚吗？你还真是跟你那泼皮老母一个德行。今天就2个选择，要么给钱，要么你就等你的林氏和儿子一块死吧。行行行，我答应你还不行吗？你等我。好，将军回去等消息吧。今日林氏与你儿子便能归家。卫士，你活着是我萧定仪的妻，死了也要进我萧家的祖坟。我看你能硬气到几时？郡主啊，这禄田是什么东西啊？这禄田呀，是皇帝拨给朝廷官员所有的田产，田地产出归官员所有，还可以免赋税。原来如此啊！上一世父亲大败，便是因为粮草短缺导致战败。这一世有了这些良田，我就能助镇北军，渡过难关。世子殿下，这里是后宅，有什么事咱们移步前厅去说。哎，世子殿下，这里是后宅。世子殿下，你怎么来了？郡主，我此次讲，乃是想要你家院中这棵梧桐树。什么？要我院子里的树？郡主，我府中的算命大师告诉我，说五行缺木，一定要有上好的梧桐树才能补全。郡主，你可否忍痛割爱？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，他此次
绝对不是为了梧桐树。世子见谅，此树呀，我也甚是喜欢。世子还是另寻良木吧。我就说这个借口太牵强，根本行不通啊！萧将军啊，你要不然暂且回避一下，我和郡主单独谈谈，说不定他就改变主意了。什么？我回避？他到后宅叫萧定仪回避，倒反天罡。哎，世子，主要是您是外男，与我夫人单独相处，与理不合吧？哎，就是单独的说2句话而已。萧将军，你怕不是不相信我和郡主2个人的人品吗？没有。哎呀，世子您误会了，主要是男女有别，我怕这事传出去，外人会乱说，有损世子殿下声誉。只要萧将军说，何人又会知道呢？哇！而且我们2个身正不怕影子斜，更不怕别人泼脏水。是挺清白的，孩子爹。哎，世子，凡事我都能答应，但此事……萧定仪，你在外面3妻4妾跟别人生儿育女就理直气壮，我跟世子去商量几句正事就不行了？萧将军，行吧。翠恒身份尊贵，岂会是看上魏府一个毫无内涵的草包？还是一个有妇之夫？哼，是我多想。世子殿下，请说吧，我就不信你深夜来找我，就是为了一棵树啊！我这大老远的前来找你，你就让我待在这儿啊？江鱼，奉茶。哎，不必了，我只是见不得风而已。你就不想让我进屋坐坐？什么？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不太好吧？你当初在马车上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嘘，进来吧。世子殿下，请说吧。来找我，所谓何事啊？恒今日前来呢，是受国公爷所托。看看，父亲的信，难怪上一世爹将镇北军交到崔恒手里，原来他们之间一直有来往。阿福，怪爹因救命之恩将你许配给萧定仪，没想到他并非良人。你要和离，爹支持你。这是我爹写给我的，你看什么呀？我与你阿兄皆不在京中，我请高阳世子多照拂你。你有难处尽管找他。爹让崔恒照拂我，你瞪着我干什么？国公爷托我照拂于你，不知郡主有没有什么需要恒帮忙的？帮忙就不必了，只求世子殿下以后来找我的时候，提前告知一声。莫名闯到后宅，怪吓人的。郡主难道就一点要求都没有吗？世子殿下，希望我有什么要求吗？就比如说，和萧定仪那个负心汉和离，同我成婚。和萧定仪那个负心汉和离，同我成婚。什么？这厮该不会在那一夜之后爱上我了吧？世子殿下休要胡言，信已经送到了，没什么事的话，请先回吧。拿我杯子干嘛？怎么，我帮了你，拿一点报酬还不行啊？我给你拿个新的。我不。
我就要这个。郡主，1个月后便是春猎，你会来吧？上一世，萧定仪在春猎上拔得头筹，又有我的推波助澜。好，萧定仪，那你便补上空缺的京畿大营的副指挥使。多谢皇上。会。好，那便静候佳音。这一世，我绝不会让萧定仪再出风头，定要亲手斩断他的登云梯。双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身子重，天黑路滑的，万一你摔着怎么办？将军，夜深了，我见你灯还亮着，就过来看看。这是有人想招揽将军。我的双儿果然聪慧。梧桐已立，静待凤归。这封信不是五皇子，便是岳飞的。哈哈哈哈！果然是我萧定仪的女人，猜得真准，不像那个卫士，就是个徒有其表的草包。那当然，跟着将军这几年，双儿也是大有长进呢。不过，我们的婚事已经被言官弹劾了，不便大操大办，恐怕要委屈双儿了。萧老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，只要你心中有我，我便知足了。卫士，你娘家再厉害又如何？拴不住男人的心，还不是为我做嫁衣？林双双好手段，这种场合竟也说动萧定仪带她来了。他无时无刻都在关注萧定仪，真那么爱她吗？去，把他的事情说一下。这不妥吧？这对您身子也有损伤。让你办你就去办。是。好，营帐已经扎好了，今日大家稍事休息，明日一早再进行围猎比试。表妹，表妹留步！又来一个！我知你如今在萧家处境艰难，若萧将军日后再对你行不轨之事，尽管来东宫找我，表哥自会替你做主。多谢表哥。富儿，曾经我一直以为姑母会将你指给我当太子妃。见过老师。你还知道叫老师？教给你的功课不可懈怠。是。奇怪，今日帝师看我的眼神似乎有些杀气。世子殿下。少废话。郡主，我去打些水来给您洗手。好，快去吧。干什么？郡主殿下，我们世子被人下药了，现在营帐还没有排查毒物，无法助人，我只能把世子殿下先放你这儿了。啊！早跟世子说过，这样的借口太牵强了。不是下药下的什么药啊？再说了，随行的有御医，你带人去找御医啊，怎么往我床上塞啊？属下先去查明下毒之事，我晚些再来见世子殿下啊！你站住！阿福，我好像快死了。阿福，我好像快死了。起来！我一个已婚妇人，秦章中怎么能留万难？阿福，我现在都已经够难受了，你能不能别推我了？建议怎么回事？中毒就中毒了吗？干嘛要把人绑成这样？可不是嘛！你看，你有病吧？你怎么穿成这样？福儿，
我中了催情散了，你能不能帮帮我？帮你什么呀？帮你！你别胡说八道，你给我出去！阿福，你怎么能这个样子呢？你忘了曾经你自己中情毒的时候，你上了我的马车，我二话不说就来救你，你忍心弃我不顾吗？谁敢在春猎上对世子殿下下催情伞？最后，别说了，赶紧出去吧。完了，我就这么轻易的被看穿了吗？不行，我不能承认，那太没面子了。我是真的有病啊！出去！我不走，我不走，阿福，不走。可惜了。萧定仪在外面。阿福，今日天气骤冷，我给你拿了一床被子，怕你着凉了。阿福，我们这算是被捉奸在床了吗？怪你！等，现在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那我进来了。萧将军不可，夜深了，我已经安置了。萧将军请回吧。阿福，你我是夫妻，不必见外。快躲床下！快！我现在体弱多病，而且还刚刚中了药，我才不走。我帮你躲。不躲！阿福。阿福，你真的谢了？萧将军，你把被褥放下，就请先回吧。这人不是病秧子吗？为何力气这么大？来都来了，不如今日就与魏福圆房，全了他的心愿，好让他心甘情愿助我。阿福，我们在一起3年了，还未圆房，不如今日。将军请止步。阿福，这就是你不对了，我们是夫妻，怎能如此生说？别闹了！我告诉你，除非你给我解毒，否则你就继续下去。我夫君现在正在外面，你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吗？本世子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阿福，别生气，那林氏她只是一个妾室，不会影响你正妻的位置。不如我们今晚生个孩子吧。滚！阿福，我知道你越生气，就代表你越在乎。你在玩我！女儿家脸皮薄，有些事心里答应了，但是嘴上又不愿意说出来。我知道，今晚我就给你生一个。住手！终于来了，再晚点，你郡主我就要被拉去进猪笼了。你给我睁眼看看，我是谁？我可是你主子，你敢这样对我？我的主子只有郡主，郡主没有召你侍寝，你不请自来，就是没规矩。你再不出去，我让你躺着出去。谁在里面？谁在里面？滚出去！阿福，你床上有男人！休要血口喷人！我不过是今日感染了风寒，随便咳嗽几声罢了。阿福，你把窗帘打开，给我看看。走水了！走水了！走水了！哦，双儿，双儿，刀姨，你也去看看。是。魏福，你是想要先捂死我吗？你差点害死我！说是咱们两个的事情东窗事发，你顶多是名誉受损，可我呢？
我是有夫之妇，按照大圣律例，我是要被进猪笼的。放心吧，郡主，我刚才手里呢已经藏了一根银针，更何况萧定仪肯定发现不了我们，再加上我真的已经中毒了，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你莫不是那天晚上？世子休要胡说，你赶紧回去吧。莫非那一晚他真的怀了我的孩子？他执意不肯接受我，极有可能是有孕在身。放心吧，郡主，这个药呢，其实是我自己下的，我回去就自己吃解药。你呢，晚上便好好的休息。刚刚外面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郡主，月老太君的营帐走水，林氏怀着大肚子将其救出，月老太君当场认她做了干孙女。哦，这火灾倒是来得意外，林氏出现的也蹊跷，我还真是小瞧她了。郡主的意思是，这一切都是她自导自演？救了月老太君，就相当于攀附上了五皇子和岳飞，这或许也是萧定仪想要的吧。郡主，林氏是个祸害，要不然奴婢趁着天黑把她给……越是这个时候，就越得要沉得住气。想要钓大鱼，就得先钓小鱼。郡主难道连岳家也想动？我罚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上一世，萧定仪背叛魏家，也许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这一世，定不会让悲剧发生。此次春猎的狩猎大赛，以射杀最凶猛的猎物为魁首，你们可都不要让朕失望啊！是。我也去。福儿一介女流，怎么跟着上去添乱？皇上，福儿虽是女流之辈，但也出自将门，臣妾倒是觉得兴许她不比男儿差呢。切，将门之后，魏氏就是一个养在深闺的草包，别说会武了，谋略都比不上我。太子殿下威武！这个蠢货，太子死了才正好，怎么会是魏氏？太子表哥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儿。福儿好厉害啊！当初母后就该让她做我的太子妃。好大的黑熊啊！是何人所猎？陛下，方才儿臣差点被这黑熊袭击，幸好是郡主猎下黑熊，救下了儿臣。有这事？是啊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幸好郡主来得及时。皇上，我就说我这侄女不比男儿差吧。福儿真不愧是魏老将军的女儿，巾帼不让须眉。不过，福儿，你会武功一事，朕怎么从未听说过？回禀陛下，不过是在家中和父兄偷学了几招罢了。自从嫁入了萧府，萧将军说不喜女子打打杀杀，我便从未展露半分。原来如此，竟是为了我
我那话不过是为了嘲讽他不如林氏，怎料他真的会武功。又是为了萧定仪。此次狩猎大赛，以捕杀最凶猛的猎物为魁首。福儿，你想要什么？我如此暗示为师，他应当知道为我求个官职吧？臣女确有一事，还请陛下成全。他果然爱我，她是我的妻，不为自己的男人谋划，又为谁谋划？但说无妨，只要朕能做到的，绝不食言。陛下，臣女自幼住惯了大宅子，如今萧将军一下子添了2位亲事，还有2个孩子，这府中倒是显得有些拥挤。这个贱人说这个干什么？不过以萧将军的官职，已经不能住更大的宅子了，所以臣女想跟陛下求个恩典，给臣女安置一居郡主府吧。啊！他竟为自己求恩典。哦，这陛下，您就心疼心疼福儿吧。短短1个月，她婆母都将她告上衙门2回了。有这等事情？是啊，陛下，一个小小的将军府的确是委屈了，您就还是远了。传朕旨意，着内务府给永安郡主寻得一处郡主府。多谢陛下。大家稍作休息一晚，明日一早即可回京。魏福，你疯了！为我求一个官职，竟为自己要一个宅子。萧将军，这黑熊是我射杀的，皇上的嘉奖也理应是我的。我为自己求个赏，有何不可？你要那么多宅子干什么？你魏家的嫁妆里，多少宅子不够你住的？那些宅子呀，和皇上亲封的郡主府到底是不一样。未来我要一个人养孩子，有了郡主府，我的孩子也不用寄人篱下。你这个贱人，为何现在不受我掌控了？你怎么又在我床上？你怎么又在我床上？我听萧定仪养万世，郡主也可以把我当做万世，我压根儿就不介意。隋航在说什么呀？他可是高阳世子，太子之师啊！崔恒，你能不能别闹了？萧定仪虽然对不起我，我虽然不用为他恪守妇道，但是在没有和离之前，我也是断不能做那伤风败俗之事的。开玩笑的。来，尝尝。酸梅，你怎么知道我最近喜欢吃这个？酸儿辣女，难道说怀的是男孩？我听道一说的呀。好个道一，竟还有2个主子呢。2个主子怎么了？难不成我还会害你不成？况且郡主忘了吗？哼，已经是你的人了。那天的事情，世子莫要再说了，天天挂在嘴上。福儿的脉象竟真的怀了。不挂在嘴边，挂在哪里？难不成挂在心里？世子殿下，我是有夫之妇。合理。实在不行就处处打压他，处处打压那个叫萧定仪的，我就要他在京城混不下去。福儿，你只有这2个选择，你只能选一个。世子，你为何非我不可呢？干什么？郡主刚刚问我为什么非你不可，难道郡主不清楚吗？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郡主有了我的人质，还想和萧定仪好好过日子。什么人质？自然是我的孩子。你怎么？哦，方才我摸的脉象，
果然不错，你果然是有了我的孩子。没有，我那天晚上中了催情药，让你帮我解毒，你死活都不肯。而且那天晚上你还……我便知道，你就是怀了我的孩子。什么？从那之后，我还调查了西域秘药登仙露，那药不仅可以一次怀孕，而且所有堕胎药都打不掉。从那之后，我便知道，你果然就是怀了我的孩子。世子殿下果然聪慧。不过，这个孩子，他首先是我的孩子，其次才是你的孩子。你不会是想跟我抢孩子吧？郡主殿下，你说的不错，这孩子首先是你的，其次才是我的，所以，我首先要抢的是媳妇，那孩子自然就是我的。世子殿下，你我并无感情。关山流尽的梦这一场，纵愿成劫至死不能忘。以为看破宿命，却在梦醒时突然的彷徨。谁懂我年华郡主，风霜，我告诉你，一次不行就两次，感情这个东西是可以培养的。本世子有的是时间，日番强。我告诉你，一日不行，恒就日日都来找你。我已经吩咐过道一了，在你和萧定仪和离之前，不许他接近你，碰你一根头发丝。如若不然的话，我就要他人头落地。我和萧定仪和离之事，道一也同你说了。郡主，以你现在的实力，萧定仪压根儿就配不上你。如若不然，在今日的猎场上，你为何要打掉他的剑呢？还为自己求得的功名，还为自己谋求郡主府吗？世子既然已看出来了，那我也不妨直说。萧定仪父母还联合林氏欺辱我，我不仅要跟他和离，我还要将他踩在脚下。那你打算需要我帮忙吗？不用，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。那你跟他和离之后，有没有可能考虑一下我？夜深了，我困了，世子殿下回去休息吧。福儿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你一定会接受我的。我重生一世，我还能相信这世间男儿吗？郡主，您最近一直让我观察林双双的动向，我发现她经常往岳家的别院去。上次春猎走水，他将岳老太君从火场中背回，不是他的谋划，就是五皇子和岳飞的谋划。走，去看看。进来。怎么来的这么晚？想死我了！林双双竟然和齐传私会，小骚货，没想到你还有新花样。地下再来一次，妾身还有身孕，快抵不住了。这碍事的尽忠，什么时候留了？快了，就连护水东引的法子，妾身都已经想好了。这么大肚子也不消停。我现在万事俱备，就欠你东风了。殿下放心，这不是来给殿下报喜的吗？这是镇北军的兵马布阵图。很好，萧定仪想要什么？他想要武城兵马指挥使的位置。
什么？萧定仪胃口是不是太大了？殿下不愿意给他吗？我也觉得他胃口大，不然我回去同他说说。算了，如今正是关键时期，他想要什么，我都会满足他。萧定仪竟然出卖我父兄！郡主，萧定仪竟然为了一己私欲，要将镇北军的军事要塞卖给五皇子。看来上一世父亲的战败，不仅仅是因为粮草断供，战马也被五皇子动了手脚。道一，将这封信送给镇北军前线我父亲手中。是。父亲，希望这次有了我的提醒，你能转危为安。郡主，那萧定仪和林双双这边呢？你打算怎么办？萧定仪如今也只是知道我父亲的兵马布阵图而已。如今我已经送信给父亲，让他转移。他现在威胁不了魏家。至于那个林双双，恐怕是想接住流产，来个一箭双雕。您的意思是，他很有可能利用流产这件事嫁祸于你？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去把画眉叫过来，他报恩的时候到了。是。这眼睛怎么红红的？怎么了这是？郡主，你可一定要为奴婢做主。你如今已是府上的贵妾，犯不着自称奴婢。郡主，你对我这么好，早知道我就不该对萧定仪现身，白落得个独守空房的下场。哦，独守空房？这林双双如今已然怀孕，按理说你这新婚燕尔的，应当受宠才是。郡主，林双双那个贱人，怀着孕还能勾着将军，日日宿在他帐下。厉害呀！伺候完了五皇子，回来还要接着喂饱萧定仪。郡主，画眉句句属实。不仅如此，那贱人还日日搓磨我，我在将军院中，连个最低贱的小小奴婢都不如。那你知道我今日找你前来所为何事？郡主，求您帮帮我，我愿意成为你手中最锋利的刀。他身上还有将余下的蛊虫，不怕他生了背叛之心。好，既然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林双双，那不如我们合力铲除他。太好了，郡主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我只想让那贱人快点死。郡主，您这是干什么呀？防贼啊！门怎么锁了？是的，殿下，应该是郡主锁了门。这大晚上怪冷的，要不然我们先回去吧。锁门？他为何锁门啊？哎，当着我的面就不要装了好吗？郡主为什么锁门，您自己心里没数。贼人说来就来了，还是郡主有先见之明。福儿，快给我开门！我想见见我儿子，我想他了。翠恒，你给我小点声！大半夜的，你巴不得我被进猪笼是吧？夫人，我想我儿子了，快给我开门！我就这一点小小的要求，你都满足不了我吗？儿子还在肚子里面，你看个鬼你看！哎呀，夫人，我想你了，你就让我看看你呗，你就让我见你一面嘛！求你了，夫人，你就让我进去嘛，夫人。滚！去，
是吵吵嚷嚷啊？还带外男进后院？婆母，妾身发现这小厮身上竟有一件女儿家的肚兜，细看之下，上面竟绣着“卫”字。什么？难道是卫氏的肚兜？婆母，原本妾身也不敢相信姐姐会与家仆厮混到一起，于是叫来了画眉妹妹相认。毕竟画眉妹妹曾是卫氏的贴身丫鬟，这些小物她定是见过的。婆母，郡主身上的小衣从前都是奴婢负责采买，这上面的“卫”字乃是奴婢亲手绣上去的，不会有假。哼，岂有此理！卫氏这个贱人，竟与低贱的家仆厮混到一起！哎呦，他怎么对得起我儿啊！来人，叫卫氏那个贱人滚过来见我！不知婆母找我来，所谓何事？你都与小厮厮混到一起了，还敢问我何事？婆母该不会觉得这肚兜是我的吧？画眉都已经认了，你还敢狡辩？贱人！上次你害我被打得半死，这次我定要将你进猪笼！郡主，你为何要做对不起将军的事？这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呢，你们就想定我的罪？姐姐，我知道你一定不是故意的，一定是那小厮勾引你的。只要你愿意好好跟将军悔过，妹妹定为你说话。我的肚子，哎呀，爽儿，你怎么了？婆母，我的肚子好疼，我的孩子是不是没了？好你个毒妇，不仅私会情郎，你还害死我的孙儿！我要报官！我要报官！婆母，这已经是第3次将我告上衙门了，这次你确定吗？啊！已婚妇女与外男通奸，本就应该处死，现在还害死了我孙子！我要报官！我一定要报官！好，那就希望婆母到时候不要后悔。张氏，是你自己要作死的，这一次我要你有去无回。张氏，怎么又是你？青天大老爷呀，这次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萧老夫人又把儿媳妇告上衙门了，这个月都第3次了，郡主摊上这么个恶婆婆，悲哀呀！世子殿下怎么来了？诸位不必惊慌，本世子只是恰巧路过。徐大人，您继续端。是，请世子上座。世子殿下好帅啊，连喘气都那么性感。路过？难道刀一跟他说了？青天大老爷呀，这卫氏啊，和外男私通，这个便是证据，你自己说。大人，3年前的晚上，我在院里扫落叶，郡主在假山后唤我，说这3年来从未与将军同房，倍感寂寞，所以我们在假山后，事后郡主还送了我她的贴身肚兜。青天大老爷，是郡主引诱我，跟我没关系啊！郡主殿下，你与府中小厮私通，可有此事啊？双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的肚子！该死！将军，事情就是这样的，姐姐想必也是一时糊涂，您快去县衙救救她吧。他敢背着我与外男私通，还害了我们的孩子，他该死！将军息怒啊！魏福
这次你必死无疑。卫士，你敢背着我私通外男？萧将军，此事徐大人还未有定论，你急什么呀？这两日我多次想与你同房，你都推脱，原来你早就不是完璧之身。肃静！郡主确实早已不是完璧，只可惜萧将军你找错人了。萧将军作为郡主的夫君，于情于理，都应该查明事情的真相，来维护郡主的名誉。而萧将军上来就扣了一个通奸的罪名在郡主头上，这是为何？对呀，大户人家都要脸，即便是真事儿，又怎么会闹到衙门？此事蹊跷，我相信郡主是清白的。只有将事情闹大，魏府身败名裂，我才好将他贬为妾身，任由拿捏。本将军当然不愿意相信他会做出如此伤风败俗之事，只是如今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让本将军如何不信？郡主，3天前的晚上你身在何处啊？回大人，3日前我在房中，院中的丫鬟皆可以作证。哎呦，卫士啊，院中的丫鬟自然会为你打掩护的喽。那婆母与这林氏关系素来交好，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与她一起陷害我呢？胡说！如今啊，有小厮的证词，再加上这肚兜上魏字为证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小厮可以串供，这魏字也可以作假呀。大人，从前我是郡主身边的婢女，她的贴身衣物都由我绣上魏字，不会作假。方才你也亲口说了，这肚兜上的绣字是你亲手所绣，说不定这小厮手中的肚兜就是你的。的确，这绣字只能由画眉一人作假，这小厮的口供乃是一面之词。张氏，你可有更有力的证据？婆母，你若是没有证据，我这儿倒是有些证据。大人请看，这件肚兜是我在这小厮房中找到的，这上面还绣着一个林字，那我是不是可以说这小厮与林氏私通呢？卫士，你胡说八道，你这分明就是诬陷！你这分明就是诬陷！大人别急，我这儿还有其他证据。这2味药也是我从林氏房中搜出来的，一味是毒药，一味是堕胎药。这个贱人竟然搜我的房间！堕胎药，你是什么意思？萧将军，之前林双双不是说流产是我推的呢？现在我向徐大人举证，林双双分明是自己流产，想要推脱嫁祸给我。卫士，你胡说！我没有服堕胎药，你是诬陷！是不是诬陷？还请大人请医师前来一看她的身子，便知道她流产到底是因为堕胎药所致，还是我推她所致。我可以命御医前来。锦衣是。这大夫那么近，御医那么远，为了些殷勤，世子你要累死我呀！参见世子殿下，郡主。有劳御医给凌氏诊断一下。启禀世子殿下，郡主，凌氏流产的确是因为服用了堕胎药所致。这怎么可能？毒妇，为了诬陷郡主，连自己的孩子都下得去毒手啊！这虎毒还不食子呢？
林氏，你为什么要打掉我的亲孙啊你？有人要杀人灭口，御医，快救他！多谢徐大人，多谢御医出手相助。有劳御医查看，这毒药与这小厮所中之毒是否一致？郡主，确实是同一种药。灵姨娘，我都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，你为何还要置我于死地啊？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大人，这绣有“魏”字的肚兜，乃是林姨娘亲手给我的。还有和郡主私通这事儿，也是林姨娘教我要这样做的。林氏，你还有何话说？竟然是双儿，可即便他这么做，也定然是为了我。福儿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回家好好说。再给双儿一次机会，回家我一定会惩罚他的。萧将军竟然如此双标！萧老夫人刚才状告郡主的时候，她恨不得郡主死。此刻小妾犯错，她竟又说是家事。他这人啥事儿干不成，不是好人。将军这般待我，我不该背叛他。为了五皇子，打了自己的孩子。萧老，快救我！灵氏，如此，你便是承认了？这一切都是婆婆让我这么做的。林氏，你满嘴的谎话，你血口喷人你！画眉可以作证。对，徐大人，这一切都是老夫人指使我们的。还好我留了一手，和画眉串供。大人，原本郡主是我的主子，对我恩重如山，我不该害她。可是老夫人用我的家人威胁我，我不得不从啊。是啊，大人，张氏为了要死温氏，教唆我，利用我肚中的孩儿。张氏，都是你，害死了我和香兰的孩子。你个贱人，你胡乱攀咬你伯伯，我撕了你的嘴！母亲，你让我太失望了。儿子，连你也不相信我，我可是你的母亲啊！我怎么可能害死自己的孙儿？母亲实在愚钝，这段时间给我添了不少麻烦。他和双儿之间只能保一个。双儿这么懂事，要不是你的教唆，他怎会如此愚孝？你萧定仪猪狗不如，连自己的母亲也可以舍弃。张氏，你可有自证清白的证据？你若没有，你陷害郡主，残害胎儿，乃是死罪。儿子，我真的没做，你要相信我，儿子，你相信我。母亲，如今双儿还需要活着和五皇子搭桥，为了儿子谋前程，对不住了。母亲，人在做天在看，儿子也帮不了你的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是。儿子，救救我！儿子，儿子，救救我！儿子！大白天的，世子殿下约我在这儿相见，你就不怕被人看见啊？被别人看到才好呢，这样我可以求一个名分了。在外玉面罗刹的世子殿下，在郡主面前甜到没法看。崔恒，你别忘了，我现在还是萧定仪的妻呢。我就搞不清楚，萧定仪这样一个宠妾灭妻之人，连自己的母亲都不放过，你为什么还不与他和离？世子，我不是要与他和离，我是要休夫，我还要他死无葬身之地。上一世，他害我魏家满门惨死，这一世，我定要他血债血偿。
你干啥呢？放心，我相信福儿，我肯定是相信你的。待到你修复之后，就给我一个名分。油嘴滑舌。郡主，我今日表现的还不错吧？配合的很默契。郡主英明，早知那灵社会嫁祸张氏。可是，怎么，张氏搓磨你，他没了，你不高兴吗？郡主，我只觉恐慌。萧定仪为了权势，连母亲都可以舍弃，我断不敢再待在他身边，只怕哪一天便会成为他的牺牲品。你的意思是想与他和离？恳请郡主做主。郡主，这是上一世画眉害我，也是受张氏教唆。这一世，我利用他除掉了张氏，全了因果，不必要他性命。自从城隍庙回来，我便发觉了你的不对劲，所以我让江鱼在你体内下了蛊毒。你一旦生了叛变之心，随时都有毒发的可能。郡主，奴婢知错了，奴婢知错了。行了，拿着吧。你今夜就收拾东西离开。打发妾室这种事情，不用萧定仪同意，我会同他说的。多谢郡主。母亲，对不起，母亲。人在做天在看，儿子也帮不了你的。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下去！儿子，救救我！儿子，救救我！儿子！都是孩儿不孝，为了儿子的前程，只能委屈您了。来世我再做你儿子。小郎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愚孝的。此事我应该先同你商量，也不该擅自打掉我们的孩子。小郎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如今我们已经有生儿了，往后我会为你生更多的孩子。不父，此事究竟是母亲安排，还是你为了诬陷卫士？弄巧成拙，你自己清楚。完了，萧定仪知道是我做的了。小郎，我做这一切，那都是因为你啊！为了我？那卫士欺我、辱我，为了杀他，我不惜毒杀孩子。他没想到，却落入了他和画眉的圈套。我对不起婆母。林氏还要为了我和五皇子牵线搭桥。好了，我没有怨你的意思，毕竟家母确实愚钝，有她在，难免会坏了大事。双儿，你要答应我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要和我商议。萧郎，今夜你也乏了，不如妾伺候你歇息吧。如今只要萧定仪服下这蛊虫，情蛊便能成了。林氏小产的时候，我便取她的血作为药引，让蛊虫服下。只需要萧定仪服下这蛊虫，那情蛊便会生效了。只要林双双发生叛变之心，萧定仪就会痛苦一生，如万箭穿心。萧定仪，这一世我要让你尝尝被背叛的滋味。萧将军，我家郡主想见你。卫士这个贱人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。双儿，你先回去吧。如今卫士正得势，不好得罪他。知道了，那妾就先行离开了。夫人，怎么这么晚了，还不睡？夜里边睡不着，想同将军喝2杯。夫人请坐。这贱人该不会是吃醋了，想借机讨好我？
今日之事，我替母亲向你赔罪。将军对林双双还真是情深意重啊，为了袒护她，竟然连自己的母亲都肯放弃。夫人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分明是母亲自作自受，不关双儿的事。好了，不说这个了。夫君，春宵一刻值千金，不如我们不要浪费。啊，等等。夫人，这是？夫君，我来为你喝。夫人还有这般情趣，魏夫，你能文能武，若是早些这般识趣，我也不会独宠林氏。夫人，我怎么感觉这酒里有什么东西？我嗓子不舒服。怎么，只有林氏为你的酒春宵，我为的就不行了？哦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夫人，春宵夜短，今夜我就给你生个孩子啊！夫人，你这情趣，小郎难道就不想玩点新鲜的？夫人还有新花样。郡主，夫人，怎么回事？夫人，你别走！漫漫长夜，就好好享受吧。魏福，你敢骗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郡主，这是镇北郡的兵马布阵图，还有他和五皇子的书信。方才骗他蒙眼的时候偷拿的。太好了，郡主，有了这些证据，萧鼎仪和五皇子还有岳家都必死无疑。事不宜迟，我们今晚就入宫。如今萧定仪被我绑着，暂时还发现不了丢了这东西。一旦他发现，就会和五皇子取得联系，恐会生变故。郡主说的是，那我们现在就入宫。不急，再等等。等什么？免费的车马。福儿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而且还亲自出来迎接我，怕不是接受我了？哎呀呀呀！不枉我夜夜爬墙，我终于成功了。马车在外面吗？这个时候还问我马车在哪，怕不是想要跟我怀念那天马车上的事吧？嘘，你给我打住，有正事。萧定仪和五皇子，这是想通敌叛国吗？萧定仪如今被我绑在床上，事不宜迟，咱们今夜就进宫。不必了，现在证据已经在本世子的手中，你觉得本世子不能将萧定仪直接带到宫中吗？这没有皇上的命令，与理不合吧？你觉得皇上会责怪我吗？这厮在皇上面前极有地位。是，世子殿下做的离经叛道的事情多了去了。就说上回户部尚书抄家一事，你也是先斩后奏，我都要怀疑你是不是皇上的私生子了。我的福儿真聪明，这都让你猜到了。不过这些事情现在还不易告诉你。锦衣，你和刀一一起把萧定仪和林双双带入宫中。是。你随我先上马车。皇上，人已经带到。崔恒，凭什么大摇大摆的去将军府抓人？坏了，难道我和萧定仪的事被发现了？来人，五皇子，你这是要去哪？崔恒，怎么，本皇子去如个侧都不行吗？五皇子，你怕不是有点太着急了？戴恒家要启奏的事，
说完再走也不迟。那不是我藏在房中的布阵图和书信吗？为何会在崔恒手里？是魏福，这贱人竟存了这样的心思。逆子竟敢联合萧定一，做出如此通敌叛国之事！父皇冤枉！这是萧定一，他污蔑我，白纸黑字。你觉得朕会不认识你的字迹吗？皇上，这世间善于临摹之人不在少数，难道就只凭这几封书信降低我儿的罪吗？若是再加上老臣的供词和证据呢？父亲，臣参见陛下。爱卿，你不是应该在边疆吗？陛下，前几日我女儿魏夫已经写信，将萧定仪和五皇子通敌叛国之事告诉了我，并且通知我转移战马。不仅如此，这是罪证，请陛下过目。臣转移了战马之后，便发现这些朝着原马群阵地跑来的马，经过兽医的检验，这些马全都是感染了瘟疫的战马。什么？病马？如此的话，要是这些病马混入马群，那边疆前线数以万计的战马都将被感染，届时大军必败呀！逆子，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何话说？是萧定一，萧定一主动拿着魏家兵马布阵图来找我的。孩儿也是一时受奸人的误导。父皇，你原谅孩儿吧。不，陛下，求陛下明察，是五皇子写信给我，在胁迫我做这件事情的。我的妾室临时可以作证。你说句话呀！人事，从实招来。糟了，我应该帮谁啊？五皇子权势滔天，今日我若帮了他，往后我可能便是五皇子妃。可是萧郎才为了我，将他母亲都害了。民女，快说，是五皇子送来坏与梧桐树的信，是他要魏家的兵马布阵图的，都是他。瘟疫和通敌都是他做的。林双双，分明是萧定一设计让你去火场救人，然后让你带着兵马布阵图来投诚。瘟疫和通敌之事，也是他蛊惑本皇子的。林双双，我倒要看看你会帮谁。五皇子身后还有岳飞，萧定仪呢？原本仰仗的卫士，如今更是恨不得他死。陛下，五皇子所言非虚，我和他都是被萧定仪蛊惑，才会酿下大错，还请陛下开恩，饶我一命。芳儿，你说什么？对不起，小郎，我想活。你个贱人，为什么要诬陷我？我待你不薄，连我母亲都舍弃了，为什么要诬陷我？萧将军，那你这是承认，那日诬陷的主谋就是林双双了。福儿，都是他的错，是这个贱人，他勾引我，离间我们的感情。我知道错了，往后的日子，我们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之前污蔑自己的夫人，又动用自己老丈人的兵马，还想着投敌叛国，还想着自己跟永安郡主过好日子，你也配？我怎么不配？我们是夫妻。福儿，我是你丈夫呀，你会帮我的，对不对？萧定仪，我嫁入萧家3年，你去边关3年，我侍奉婆母，打理中馈，你却联合林双双多次想要羞辱于我，还想坑害我的父兄，背刺魏家，通敌叛国，你的罪行罄竹难书。今日我就要休夫。休夫！
洛京城还未有这样的先例。对，休夫。萧定仪，你看，这是休书，不是和离书。从今日起，我只是魏家女，不再是萧家妇。你要干什么？我被休了，我竟然被休了！若我当初在边疆不受林双双引诱，好好和魏府过日子，还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？贱人，都是因为你！若不是你，夫人怎会休了我？小楼，你是真想掐死我吗？萧定仪，可笑！当初你一边背靠魏氏，一边又想维护自己的自尊心，拼命给魏氏泼脏水，现在又想试图来捍卫你的尊严。说白了，你就是一个自卑又卑鄙的男人！贱人！我杀了你！我杀了你！这是怎么回事？看来是情蛊发作。来人，将其传萧定仪、双双、岳飞先交由3法司会审，高阳世子监察。臣领旨。来人！贱人，都是因为你！若不是你，我怎会落到这般地步？萧定仪，省省吧，是我逼着你娶我的，还是我逼着你和五皇子卖国的？我做的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了你，和你生了圣儿。往后我们都死了，还不知道圣儿该怎么办。死了？啊！我不会死的，不会的。萧定仪，大理寺卿已经查清，证据确凿，你必死无疑。夫儿，救我！我知错了，我真的知错了。你求皇上放过我，我们一起好好过日子。好好过日子，上辈子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可你大婚夜羞辱我，找人污我清白，你从未想过放过我。魏福，若不是你们魏家，我岂会被人戳脊梁骨？是我靠女人上位。你死了，我萧定仪才能做个真正的男人。现在竟然想着和我好好过日子，真是可笑。萧定仪，我这辈子做过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嫁给你。你的好，我不稀罕。你放心，萧定仪，从今往后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福儿的。什么意思啊？萧定仪，你还不明白吗？魏夫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了。贱人！什么时候和崔恒口合在一起的？嘴巴放干净点。若不是你与张氏合谋，想要找人玷污于我，更是给我下了登仙路这样无耻的药，又怎么会找世子来帮我？登仙路，居然是这样，怪不得你中毒了，能安然无恙的回来。萧定仪，原来这一切都是你自作自受啊！贱人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萧定仪，明日午时你就要斩首示众了，还是省点你的力气，好好吃点断头饭吧。什么？明日午时？我不想死！我不想死！我不吃！主子，他要14进了。他倒是挺有骨气。黄泉路上你不会孤单的，萧定仪他会来陪你的。魏府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回事？我感觉我的心仿佛被蚂蚁在啃食。
这是什么？情蛊啊！你不是自诩对林双双用情至深吗？我就给你们下了情蛊，检验检验你们的感情了。原来那天你不仅偷走了我和五皇子的书信，还在我的酒里放了这种虫子。情蛊一旦种下，有一方变心或者死亡，另一方就会如白蚁食心。福儿，明日斩首之前，你就好好享受吧。救救我，福儿！哎呀，干什么呀？毛毛躁躁的。对不起啊，岳父大人。别叫我岳父大人了，我女儿还没承认你呢，你不是我未来的女婿。去。岳父大人，你这也太不讲理了吧！现在福儿和孩子都是我的，我怎么就不能称得上是你们魏家的女婿了？你说什么？在。你干什么？岳父大人，现在福儿和你不管承不承认，这孩子都是我的，我现在就要住在家里面，好好的照顾福儿和我的孩子。你收了，是对双胞胎，一男一女。两个双胞胎，夫人辛苦你了。别乱讲，谁是你夫人呢？锦衣，你现在还在这儿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给我的夫人去买些补品，好好炖炖吗？是。道一，快去门口放点礼炮，庆祝庆祝！快去！夫人，夫人，现如今我们孩子都有了，究竟什么时候办婚礼啊？谁要跟你办婚礼？我们孩子都2个了，你总不能让这2个孩子都受委屈吧？我没名分就罢了，我可以当一辈子的外室，但我总是不忍心让这2个孩子受这么多的委屈。只要你点头答应，我绝对会10里红妆娶你进门。福儿，只要你答应，我肯定会好好照顾你和孩子的，你就答应我吧。真的？那从今往后，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翻墙，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走正门了。此生愿入水中月，心安碧于天。繁华不醉眼，生会有泪涟。山川月圆，我也不惊羡。此生愿与你守约，最是当如年。我定不会无缺，朝暮之间，天荒已可见满月。